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思维播客。这是一个面向中高级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，我是小韩。今天的主题呢，是我3月份一期播客的续集。我们继续来说说孔子的故事。今天我们来讲第2部分。如果你还没听过第1部分，建议你先去听一下。今天的故事讲完以后，跟上次一样，我还会再讲6个实用的中文词汇表达。这期的完整文字稿已经上传到我的 Patreon 上了，是完全免费的。链接呢也在视频描述里，你可以去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。首先我想和你快速回顾一下，我们上次讲了什么，这样你就能跟上今天的故事了。你还记得吗？上一期里，我们聊了聊孔子的小时候，还有他的青年时期。孔子3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。他一直是和母亲一起生活。他们家呢，是个单亲家庭。这里的单就是一或者一个人的意思。单亲家庭就是说，在这个家里只有爸爸或者只有妈妈，只有一个大人。那时候孔子他们家很穷。他20多岁的时候，为了生活，什么都干过。他当过会计，还去山上放过牛。在干活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学习很有帮助。学习能让他把工作做得更好。可那时候，普通人想上学太难了。只有跟国王有关系的人才能进学校。你觉得这公平吗？肯定不公平，对吧？所以孔子30岁那年，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。我要自己办学校，我要教普通人读书。他的学费呢，一点都不贵，而且他非常有耐心。他会看每个学生的特点，用不同的方法去教。这就是我们上次学的那个词，还记得吗？叫因材施教。就这样孔子的名声越来越大。后来国王听说了，就请他去当顾问。上一期呢，我们正好说到这里。接下来孔子被国王请了过去。他们做了什么呢？孔子的想法有没有被国王重视呢？在故事之前，我先给你一个问题
孔子为什么要离开鲁国，去各个国家旅行呢？ A. 因为他想去别的国家找更好吃的美食。 B. 因为国王只顾着开派对，不听他的建议。 C. 因为他年纪大了，想带学生们到处旅游。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听完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。请孔老师当顾问的国王是鲁国的国王。鲁国呢，就在山东。当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，而是分成了100多个小国家。这些小国家之间呢，经常打仗。这个时期呢，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。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很久以前有一个强大的国王，大家呢都听他的。后来过了500年，他的子孙变弱了，大家就不听他的了。中国分成了很多小国家，这些小国家都想，我最强，我才是老大。他们打来打去，谁也不服谁。普通人呢，就倒霉了。孔子自己就是一个倒霉的普通人。他看到世界这么乱，大家生活很苦，很倒霉，他就觉得我们不能老是打仗，我们要用教育来让社会变好，让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他开学校收学生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现在呢，有国王来找他，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现在可以把我的想法推广到全国去了。但是孔子的想法实现了吗？大家肯定能猜到，事情不可能这么顺利，对吧？有一天别的国家给鲁国的国王送来许多礼物，就放在东边城门外。他送来了什么呢？80个年轻漂亮的女孩，都会跳舞，穿的呢也可好看了。还有30匹马，也布置的很好看，大家都抢着去看。你猜鲁国国王看到这些是什么反应呢？他当然也很喜欢，很想收下礼物。但是他一开始不敢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心里知道，如果收下礼物，孔子一定会不高兴的。他怕孔子知道，自己呢悄悄地跑到东门外去看那些漂亮女孩，连看了好几天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？他还是没忍住，收下了礼物。他把这些女孩们带到王宫里，和她们一起
开派对，玩了3天3夜。国家大事儿啊，是一点儿都没管。孔子听说了这件事，他很生气啊。这样的国王怎么可能会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呢？所以孔子带着学生一块儿走了，他们离开了鲁国。这一年孔子54岁了。离开的前一天晚上，有的学生啊不想走，他们问孔老师，为什么离开呢？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大家都喜欢美女宝马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孔老师说，你们怎么会这样想呢？我问你啊，你们觉得国王是个好国王吗？你们想到了，这会啊，他正在和年轻女孩开派对呢，连国家大事都懒得管。你们摇了摇头。那他平时是怎么管理国家的呢？老师问你们，你们想到啊，国王这个人，他平时的脾气呢，真的很坏。每次啊，别人做了一点错事，他都不放过，就算错误很小，也要杀掉他们，真的很讨厌。你们又摇了摇头。你们看，他自己都不能管好自己。他管国家靠的是什么？杀人，还有很重的处罚。你想想啊，这样的国王，谁愿意跟着他？真正的好国王，他自己做得好，这样啊，大家才会相信他。你们说是不是？那离开了鲁国了，接下来去哪儿呢？一开始孔子啊很有信心，有那么多国家，100多个呢。孔子觉得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国王支持我的想法。你们去了许多国家，有的国王呢，见到老师很热情，他们经常会请你们师生吃一顿好饭。他们跟孔老师说，孔老师，我知道啊，您学问大，您说得很对，来尝尝我们的特色小吃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啊不太方便。原来啊，大家都觉得孔老师说得很对，但是他的要求太高了，很难做到。所以你们只能一直在路上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。在有的国家，你们待了一段时间，最后还是离开了。你可能会想啊，虽然那些国王没有采用孔老师的建议，但是到处都有人请吃饭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这就跟到处旅游一样啊。问题来了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孔老师，也有很多人讨厌他。有的时候啊，就会没饭吃，甚至
更糟糕的事情都发生过。在路上第8年，这一年啊，孔子62岁了。有一天，他和学生们走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在2个小国家之间。这2个小国家的国王和官员，老实说啊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们非常讨厌孔子，他们就把孔子围在野外，不让他走。一群人就被困住了，困在了一片荒地里。没几天，大家带的食物都吃完了。这下怎么办？现在啊，真正的困难来了。大家都很饿，甚至还有好几个同学生病了。你开始想，难道没有办法了吗？老师总会有办法吧？那孔老师呢？他在干什么？他坐在一棵大树下，表情很平静，还在弹琴唱歌。你想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居然还有心情弹琴唱歌？果然，有个同学也忍不住了，他很生气地冲到老师面前。他问老师：“老师，好人也会倒霉，运气不好吗？”他的意思是，您不是说做个好人就会有好运吗？怎么我们还会这么惨？孔老师停下弹琴，看着他说：“好人当然也会倒霉啊，但是好人倒霉的时候呢，也会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。坏人一旦倒霉，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”大家都知道啊，老师说的对，但是肚子饿是真的难受啊。而孔老师还是继续唱歌、弹琴、读诗。你知道，老师也很饿，但是他看上去好像没事儿一样。又过了一天，越来越多的人饿得躺在地上，站不起来，走不了路。有同学急了，去跟孔老师说：“老师啊，再这样下去不行啊，大家都要饿死了。要不咱们低个头，跟他们服个软。”孔老师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知道低头容易，但我这把年纪了，跑了这么多国家，受了这么多气，为了什么呢？不就是想让大家做正确的事儿吗？这个理想啊，不能在这儿扔了。”同学们看着老师花白的头发，想说点什么，又说不出来。最后，一个同学找了个机会，悄悄去找了另一个国家的人来帮忙。大家终于安全了。好，孔子的故事第2部分先说到这里。孔子和学生们虽然没有危险了，但是
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，孔子他还会坚持下去吗？他会怎么做呢？下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孔子的故事，第3部分，也是最后一部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故事。孔子在鲁国当顾问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重视，因为国王不是个好国王，他只想着开派对，不管国家大事儿。孔子很失望，就带着学生们离开了，去别的国家找机会。他们在路上走了好几年，有的国王呢，对他们还不错，请他们吃饭。但是没有人真正听他的建议。最难的时候，他们被困在荒地里，好几天没饭吃。学生们饿得发火，孔子呢却很平静。他告诉学生，好人也会倒霉，但是呢，好人倒霉的时候，也会坚持做正确的事儿。最后他们找了人帮忙，才终于安全了。孔子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下一期我们继续说一说孔子的故事第3部分，也是最后一部分。孔子后来去了哪里呢？他又做了什么？他的一生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了？我们下次继续。接下来是今天的词汇部分。我会讲6个常用的中文词汇表达，都是我们平时聊天里经常用到的。学会这些，你的中文会听起来更地道。准备好了吗？首先，第一个，没忍住。没忍住这个词口语里经常用。想象一个场景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？你本来在减肥，告诉自己，我晚上一定不吃东西。结果呢，晚上你路过蛋糕店，闻到甜甜的香味。这时候你可能一边流口水，一边想我就吃1块，就1块。可是最后呢，你不仅吃了，还吃了好几块。这时候你就可以跟朋友说，看到好吃的，我没忍住，吃了很多。你看，没忍住就是你的大脑说不，但你的身体说要。你本来呢想不做某件事儿，但最后还是做了。用法很简单，没忍住加具体的动作，吃笑哭发火都可以。平时我们经常说
我没忍住，又吃多了。我看到手机上的视频，没忍住笑了。我太生气了，没忍住骂了他。主要是在跟家人、朋友说话的时候，用来说自己。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儿没忍住呢？接下来，第二个，一点儿都没，一点儿都没。这个词特别好用，就是完全没有的意思。比如说你听说有一部电影特别感人，大家呢都看哭了。你带了一大包纸巾去电影院，结果呢，你看了2个小时，心里想，这演的什么呀？看完出来，朋友问你，感人吗？你摇摇头说，一点儿都不感人。我一点儿都没哭，我都快睡着了。这个词就是用来强调完全没有，比你只说没有，语气呢要更强一些。比如他一点儿都没听我的话。别担心，我一点儿都没生气。我睡得很香，一点儿都没听到外面的声音。第三个特别常用懒的，懒的。注意发音的是轻声。周末天气特别好，朋友呢打电话叫你，喂，出来逛街了。你躺在沙发上，不想动，看了看外面的太阳，心里想，哎呀，换衣服好累坐车好累这时候你就可以说，我今天想在家躺着，我懒得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注意了，懒的不是因为你不能做什么事儿，而是你觉得这件事呢太麻烦了，你没兴趣，或者呢就是不想动，你根本不想花力气去做。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这样说，我今天懒得做饭。这个问题太麻烦了，我懒得解释。如果你不想理一个人，也可以说，我懒得理他。这个词呢，有时候听起来有一点点不礼貌，所以呢，只对很熟的朋友或者家人聊天的时候用。第四个，服个软。服个软这个词很有意思。服就是听别人的话，按他说的做。在今天的故事里我们开头提到了，有一个时期，中国有许多国家打仗，他们谁也不服谁。意思呢，就是说，
这些国家谁也不觉得对方更厉害，他们都不听别人的话，都不服对方。软呢，跟硬相反，硬碰硬会怎么样？吵架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们软一下，关系就好了。想象一下，你和好朋友吵架了，虽然你觉得你是对的，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说话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难受？这时候你先给对方发个消息，说别生气了，晚上请你吃饭。这个动作呢，就叫服个软。其实服个软不是说你输了，不是说你错了，而是你觉得这个朋友比谁对谁错更重要。你的朋友他们夫妻吵架了，谁也不理谁。你为了让他们关系变好，就可以跟朋友说，你先服个软，说句对不起，不就好了？如果他听了你的话，就会说，好啦好啦，我不吵了，算我服个软，听你的，行了吧？如果他不听你的呢，他就会说，想让我服个软，那真的太难了。这样的人应该还挺不好相处的，对吧？服个软，这个表达也主要用在平常家人和朋友之间。第5个，受气。受气。老板今天心情不好，明明是你同事做错了事儿，老板呢却把你叫过去骂了一顿，你觉得委屈吗？肯定委屈啊。你想发火吗？想。但是你不能。这种心里闷闷的、不舒服的感觉，就叫受气。大家都讨厌这种感觉，对吧？你可以跟朋友说，我在公司天天受气，真不想上这个班了。受气这个词呢，我们日常聊天的时候说到自己的经历都能用。比如，我辞职了，不想再受气了。他在外面受气了，回到家就开始骂人。别理那种人，没必要为了他受气。注意了，受气是被别人欺负，受别人的气，不是自己生气，别弄错了。最后这个表达，老实说，老实说，也是口语里经常用的。当你准备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时就可以用它开头。有时候呢，真实想法可能不太好听，或者对方不一定爱听。
你朋友做了一道菜，问你好不好吃。如果你觉得不好吃，但是呢又不想说谎，你就可以小声说，老实说呢，有点咸。朋友剪了一个新头发，问你好看吗？其实啊，你觉得不太好看。你可以说，老实说啊，我觉得不太适合你。你之前的发型啊更好看。老师问你，你最近中文进步了吗？你其实呢没怎么学。你可以说，老师说啊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没怎么练习。这个词呢，就是告诉对方，我现在啊要说真话了。不管是说好事儿还是坏事儿，都能用，语气啊很真诚。大家平时会说，老实说啊，我不太喜欢这个计划。老实说啊，我没听懂你刚才说的。老实说啊，你的中文进步真的非常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。老实说啊，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几个词对你有帮助吗？现在呢，到你了。你能从这6个词里选一个你最喜欢的，试着造个句子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来。如果你需要这期节目的文字稿，还有配套的实用词汇表，可以去视频描述里的链接下载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